现在公交車站牌2個停車場都已經停滿了，然後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位置，這裡也停滿了。因為我們這個城區呢停車位比較少啊，我們可以找到這個立體的停車場，把它放在旁邊，為我們的村莊3呢增加一個可以繼續停車的地方。這個停車場可以停3層。然後我們再看一下人口啊，現在有超高的人口需求。我們如果說想要蓋小高層的話，需要人口解鎖到5500。看一下啊，對面的空地的話，需要先提前把它給買了，一塊地皮6600，還可以。然後買了地皮以後啊，我們選取一個4車道公路，先增加一條主干道，然後呢，繼續讓它延伸，方便我們對面新建立起的居民，讓他們來到這兒打工。OK， 檢查一下這個高度，這高度不衝突，然後我們繼續把它給延過來。我去，我發現對面的這個地形比較高呀，我們差不多從這個時候啊開始把它貼到地面上來，某個節點再把它抬高。那麼對面這個山坡呢，我們研究一下啊，這個山坡上有很多地方是不能蓋房子的。基本上這個山脈的邊緣是有一些小森林的，我們俯瞰的話可以更直觀的去觀察一下這個地形。現在我們沿着這個山脈先斜着畫一條道路，然後通過右方的天橋我們再增加一個入口。我們把道路延伸過來以後，這裡有一條火車軌道，也就是說我們城市的火車站也可以建在這兒。但是鑑於現在人口太少啊，這個地方可以先預留起來。來到上方以後，找到這個石頭的邊緣，我們再繼續拉直線。差不多是這個樣子的。我們開了真實人口以後啊，其實用不到那麼多房子，我們可以把中間的這個區域高度再下降一點，現在是87，把它調到75。再檢查一下旁邊的河流。那麼既然做環境的話，我們想一下啊，這個河流右邊好像不是太好連接，這裡有一條鐵路，通過左邊去連接的話，我們可以從這裡啊再單獨的增加路口，把它放在這兒90度，然後這2個路口先刪掉。這個湖水現在慢慢漲起來了，我們先找幾個增加人口的建築啊，比如說我們先打開這個自定義的建築，高密度住宅區啊，我去，雖然還沒有解鎖，但是我們可以自定義的去放置，比如說稍微有科技一點的。然後我們這個區域呢，我是這樣打算的，這個房子從裡到外，從低到高，先放置5個吧，每個房子呢可以入住10個家庭，差不多，然後再把這個水源給引過來。我去，我們城市可用水資源已經快不夠了啊！來吧，在下方呢，我們先增加一個水塔。然後電的問題啊，想一下，這個小湖中間，我們直接拉一根電線桿過來太難看了，可以在附近先放一個太陽能板。未來等我們所有的區域都連接在一起以後，再把它給刪了。這裡從這個位置來看的話，目前來說乾乾淨淨的啊，我們什麼資產都沒有放置。那麼在這個房子的後方呢，我們可以來一條自帶行道樹的公路。比如說我們從這個位置先拉伸，然後中間呢我們做綠化，這個區域做森林公園，這個區域呢做寫字樓。每個房子中間呢，我們可以為它增加1-2個停車位。這個地方的房子還沒有蓋起來，先把娛樂值給增加上來。然後中間的區域呢，我們種樹啊。可以找一部分小型的座椅，我們直接加在這兒，1、2、3。这個位置已經開始有遊客了。那麼我們把這條路口給管制一下啊，每個房子前方好像只有2個停車位，這條路我們就不讓它停車了。
OK， 但是前方的停車场好像有点不是太夠用啊。先不着急，我們繼續來為他們打理環境啊，找到這條小柳樹。現在這個小湖邊看起來太空了。OK， 哎，现在看起来颜色还算是没有那麼單一啊。在拐角的方向呢，我們找一下有沒有一個小型的石頭什麼的。哎，就放一個就行了，一個好像有點太單調了。然後這個位置的小森林呢，我們先把這個角落給建起來。为它增加幾條人行道啊，剛才特意留了有幾個入口。這個人行道可以稍微不規則一點。我們的視角不能拉得太大，拉得太大的話，這裡看的有點不是太清晰。然後前方入住的情況看一下，9個家庭，也就是說沒有增加多少人口。現在遊戲呢，超高住宅區需求。必須得蓋房子了，再不蓋房子的話，這些村民會掛掉的。中間蓋寫字樓，寫字樓，我們來這兒吧，來這兒蓋貧民窟。哎，我去，這個位置是蓋不了貧民窟的呀，這是在一個山坡上。那麼我們把這裡的地形也平整一下。剛才其實建設的初期啊，這裡我沒有打算去利用的。現在看起來跟我們下方的村莊離得有點太遠了，中間的空隙太大。那麼未來從城市的整體來看的話，效果不是太好。另外，靠近高速的位置，我們把這個房子蓋得太漂亮的話也不合理。通過上方森林公園的入口呢，我們先把它延伸在這兒。OK， 從這個位置開始，再把它重新連接一下，差不多了。然後這個房子的密度一定要大。一格，不對，一格的位置在這兒，下方再來一格，然後這個位置是第3格，多增加一條路線吧。然後靠近橋梁的位置啊，我們就不再建設了，就不劃分區了。我們找到這個低密度住宅區呢，來一點青年公寓。每空一格的位置，我們放一個房子。等後期這些房子全部長起來以後，我們再把剩下的房子給規劃上來。先看一下效果啊，這房子可以入住一個家庭，受普通教育。一個房子只能增加1個人口嗎？我記得這個房子它應該也可以增加3、4個人口的。那麼現在涉及到一個水電的問題啊，我們直接把水電連接過來。至於電源是在上方的，一個強制 OK， 讓它共用3個太陽能板。然後某些房子啊，它已經升到2級了。它升到2級以後，檢查一下它可以入住多少個家庭啊？哎，還在不斷升級，效果還挺好啊。可能是這裡的環境太好了。2級以後啊，我們找一個2級的房子。2級它搬進來1個家庭2個成人，說明這裡增長人口也是沒有問題的。我們繼續來繪製啊。下方的位置呢，其實可以來一些稍微大一點的房子。作為低密度住宅區呢，我們可以為它增加一個4格的。增長人口來說，基本上可以解鎖小高層了。5500的人口，剛才
我們建設這些房子之前還差1000的人口，建設之後呢，现在還差1500，没有毛病啊。后方的房子看起來是稍微高了一點，但其實從整體視覺上來看的話，它是不受影響的。就是這個位置，我們需要繼續為他們增加一個立體的停車場。看一下，啊，正好可以放得下來。為了把它分隔開，哎，你看一下，我們找一下這個大樹，看這個大樹比這個房子高多少。這個大樹把後方的房子全部擋住了，不太合適，是吧？來一點小花吧，換個顏色，比如說它，這個花是可以的。這裡的節點檢查一下，怎麼回事？已經有市民過來了。他其實從這個位置去他的家庭的話，可能有點太遠。翠花街，這個名字好。下方的地形先不着急平整，這個位置其實我們還沒有發展。後方是一個小山坡，這個小山坡呢，繼續蓋房子只能蓋一個稍微大一點的，或者說我們把這個地標建築放在這兒。再來檢查一下啊，這個村莊好長時間沒有治理了，現在出現了遺體正在等待被運走的問題，也就意味着村莊裡面肯定也有很多遺體了。目前一個公墓都沒有為他們建設啊！你看遺體，消防局有遺體，藥店也有遺體。有的時候我們造景的時候啊，沒有注意這些細節。我們現在打開這個醫療保健的選項，找到這個公墓或者火葬場，看一下火葬場解鎖了嗎？火葬場解鎖的話，需要人口達到11000，现在只能放置普通的公墓。但這個公墓是一個問題啊，我們放在哪兒都不合理。其實放在居民區的話，這些市民會很開心的啊，但是大家不允許這樣做，我們就把這個公墓呢先放在這個位置吧。這樣2個城區的市民啊，他們遺體在埋葬的過程中就不用再排隊了，是吧？哎，大哥。